就在小气灵认为白小纯修炼结束时，白小纯神识散开，扫过生死道塔，观察了一下宋君婉、周子墨与铁蛋后，又关注了一下宋缺那里。半晌，他深吸口气，身体一晃，竟出现在了天空上的那只主宰手臂上面。盘膝坐下后，其神识散开，居然与这手臂逐渐的融合在一起。你要干什么？小气灵愣了一下，当确定了白小纯要做的事情，他失声惊呼：“融合主宰手臂天啊！这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白小纯看了小气灵一眼，这目中带着坚定，更有一抹癫狂。30年的时间，30年的修炼，这对于别的修士来说或许没什么，可对于白小纯而言，这是他一生都没有过的。他已然疯狂。实际上，当初看到宋缺死亡，看到自己的妻儿危险，看到铁蛋的虚弱，他就已经要疯了。他也焦急，他担心李清后等人，担心巨鬼王大天师，担心公孙婉。可他明白，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可以从此逆转。30年的时间修炼，日日夜夜吸收这手臂的主宰气息，甚至在他的脑海里都已经勾勒出了这主宰手臂的模样。他的心神内也早就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尝试融合这条主宰手臂。一旦我做到了，就可以让我的战力彻底爆发。我要回去杀回去。第1196集，另一半扇子。小气灵在一旁目瞪口呆。若他觉得白小纯言辞狂妄也就罢了，可偏偏此刻白小纯神识的散开，竟逐渐真的与那主宰手臂产生了一丝融合。哪怕这融合只有一丝，也让小气灵这里心神狂震，好似看到了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才是天尊啊，都还没有到太古，居然能融合一丝主宰手臂。小气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一幕。即便是这些年里，白小纯在这里打坐，时刻感受主宰气息，可在小气灵看来，眼前这事也是决然不可能发生的。他的身上一定存在了什么秘密，这个秘密或许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永恒仙域。莫非小气灵刚想到这里，眼睛再次睁大，内心掀起滔天大浪。他之前对于永恒仙域没有多想，可如今眼前这一切，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曾经从主宰口中听到过的一个传说。就在小气灵这里震撼时，白小纯盘膝坐在主宰手臂上，他的神识完全散开，与这手臂不断的尝试融合，整个人的心神也都沉浸在内，所有的意识都融入这主宰手臂内。甚至在他的脑海中，那原本就被勾勒出的主宰手臂，此刻越发的细微，越发的逼真，似乎随着他的观察，他要将这主宰手臂融入自己的意识内，就好似当年在灵犀宗白小纯观魔兽雕一般，此刻的他也是如此。时间再次流逝，1年、3年、5年，很快的过去了10年。10年的时间，白小纯一动不动，在这观魔中，在这感悟下，在这神识的融入里，他虽没有与这主宰手臂融合太多，可在他的脑海中，这手臂的一切已经清晰无比。直至这个时候，白小纯苏醒了，他的双目睁开的刹那，一抹让小气灵惊心动魄的光芒从其目中闪耀而出。甚至在其目中光芒扩散的瞬间，白小纯的身上竟散出了虽极为微弱，可却绝不会被小气灵认错的特殊气息——主宰气息。小气灵惊骇莫名，不由失声。白小纯似没有注意到小气灵的骇然，他此刻缓缓地站起身，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目中光芒依旧，更有推眼之芒闪动。半晌后，白小纯猛地握住拳头，在他的拳头握住的瞬间，他的身后顿时天地轰鸣，一尊巨大的地影骤然幻化出来，穿着地袍，戴着地冠，相貌正是白小纯。不灭地拳。只是在这地影上，与曾经不同的是其右手，这地影的右手与全身比较区别明显，那竟是与白小纯此刻所站的主宰手臂一模一样。无论是汗毛，还是骨骼，还是血肉，一切的一切都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主宰气息在这一刹那的爆发也超出了之前，虽还是微弱，可再微弱也都是主宰气息。这气息足以让一切天尊颤抖，让太古心神震撼。这正是白小纯感悟了10年后的收获，将那主宰手臂与自己的不灭地拳融合在了一起。此刻他呼吸微微急促，缓缓推动右手拳头，向着远处虚无直接一拳落下。这一拳的轰出，主宰气息的爆发，此处星空都绽放光彩，甚至扇面世界内也都掀起风暴，威力之大，足以碾压一切天尊。即便是太古在看到这一拳后，也都要动容心惊。轰轰之声回荡间，甚至残扇都颤动起来，更不用说小气灵了，他眼珠子在都要凸出来了，心底更是掀起无穷大浪。他居然成功了！在小气灵这里震的怔住时，白小纯缓缓深吸口气，低头重新看着自己的右手，回忆之前的感觉后，他轻声说道：“从此不灭地拳叫做不灭主宰拳，这一拳配合过去经、现在经，将是我对抗太古的杀手锏。”白小纯目中露出坚定之色，身体一晃，从主宰手臂上落下。在小气灵的急促呼吸中，他站在生死道塔前，神识散开半晌后，白小纯目中期待更多。周子墨与宋君婉
依旧还在沉睡，只不过他们的面色红润了不少，亏损的生命本源也都得以补充了太多，就连铁蛋也是如此。可宋缺那里依旧是没有丝毫反应，这让白小纯不由得轻叹一声。随后他目中寒芒一闪，右手抬起时，从其储物袋内直接取出了一缕虚弱的似要消散的魂。此魂正是大皇子的魂，他已经快要没意识了，被白小纯抓在手中，似乎没有了丝毫挣扎的力气。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得这么快呢？白小纯轻声喃喃，他之前的时间都用在了修行上，如今修为天尊后期，又创造了不灭主宰权，如今已有了空闲之时去处理这大皇子。你不是喜欢换身体吗？不是喜欢傀儡吗？白小纯目中带着狠辣，右手抬起虚空一抓，顿时这残扇上的不少材料幻化出来。白小纯双手飞快，竟直接对着大皇子的魂展开了炼化，将其生生炼制成为了一具傀儡。到了这个时候，大皇子也终于恢复了一些神智，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竟是被组成的傀儡后，恐惧地看着白小纯，发出凄厉之音：白小纯，你敢如此对我，我父皇绝对不会放过你，他一定会找到你。你父皇？哼，你父皇已经不是你父皇，不过你放心，你的仇人还是我。白小纯说着，右手掐诀一指，顿时化作傀儡的大皇子竟在这高塔外翩翩起舞，如同当初在皇宫的被他制作的那些傀儡一样。那些傀儡是用生命在起舞，至于大皇子，他是以消耗自己的魂为代价来支撑舞姿。这种死亡之舞对他来说，其恐惧的程度超出想象，那是眼睁睁地感受着随着自己不断的跳舞，自己的魂正飞速的消散，这分明是要让他按照他折磨别人的方式走向死亡。你胡说，我父皇怎么可能不是我父皇？大皇子喘息急促的叫着。白小纯冷哼一声，索性向着远处走去，他要让这大皇子在这里跳舞跳到魂飞魄散。你不是喜欢看跳舞吗？你自己来跳一下好了。白小纯身体一晃，直奔远方。不，这不是真的，白小纯，你放过我，我保证再也不招惹你。我保证。大皇子悲呼，焦急的哀求起来。可他的哀求对于白小纯而言无动于衷，他恨这大皇子，恨之入骨。就这样，大皇子在连续跳了9天后，他的身体依旧活跃，可他的魂已经在这逐渐的消散下，意识也都模糊了。最终在第10天到来时，在这死亡之舞下，魂飞魄散。随着魂魄的消散，那些材料形成的跳着舞的傀儡之身也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直接瘫在了地面上。白小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小气灵在他身边，也在这些日子里亲眼目睹。他觉得这一刻的白小纯太可怕了，不敢招惹。死有余辜。白小纯咬牙，在看了大皇子10天的舞蹈后，他心头的恨还是存在了不少。此刻深吸口气，白小纯正要起身将那些材料收走，可就在这时，忽然的小气灵面色倏然变化，猛地飞起，直接看向远处的星空。紧接着，阵阵轰鸣声从远处星空骤然传来，甚至这残扇也都强烈的震颤起来，竟自行的改变了方向，直奔传来声音之地。另一半扇子，是另一半！小气灵激动了，在那里大吼起来。白小纯也愣了一下，离开扇面，出现在了扇骨上时，他遥望远处星空，顿时就看到在很远的地方，赫然也有一团柔和的光，正向着自己这里呼啸而来。第1197集，主宰至宝。仔细一看，那团光内竟赫然存在了一半的残扇。这残扇散发出与白小纯所在的扇子一样的柔和之光，只不过对比之下，还是能发现对面的残扇光芒暗淡了不少，尤其是随着靠近，能看到其上很多扇骨都碎裂，甚至这半个扇子也都给人一种仿佛随时可以崩溃之感。终于到来了，主子，你来帮我们一起让这2把残扇从此完整，成为真正的主宰至宝。小气灵激动无比，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原本也无法做到，只能是2个残扇在这星空内各自不同的轨迹飘动，直至主宰手臂的出现，被融入到了扇面后，散发出的主宰气息给了残扇足够的动力，这才能在小气灵的运转下，渐渐与另一半残扇的轨迹重合，于是才有了如今2把残扇相遇的一幕。相比于小气灵的激动，白小纯虽也很是期待，可却相对平静不少。他站在残扇边缘，遥望那逐渐靠近的另一半残扇，观察之后，立刻开口：“你确定那另一半残扇上不会有气灵？就算是有，老子也一定能镇压融合了他。”小气灵愣了一下后，也警惕起来，可看了看白小纯，顿时有了自信。白小纯没有说话，体内修为运转，目中也慢慢露出期待。一想到若扇子完整，其威力必定更大的一幕幕，白小纯就心思也活跃起来。不多时，随着2把扇子不断的靠近，终于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极近的距离后，小气灵大吼一声，双手掐诀操控残扇，立刻锁在残扇上就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这光芒磅礴，直接就扩散向着另一半残扇蔓延。可就在这光芒碰触到了另一半残扇的瞬间，这靠近的另一半残扇内突然传出一声充满戾气的低吼，竟从其上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这身影看起来
就好似被放大了很多的小气灵，只不过其样子狰狞，皮肤青色，如同厉鬼，目中更有疯狂与贪婪，竟向着蔓延而来的光芒直接吞了过去。这一幕让白小纯目光一缩，一旁的小气灵更是吸了口气，大声嚷道：“居然真的有气灵！”白小纯眯起眼睛，他此刻修为天尊后期，信心更是超出以往。此刻冷哼中身体一晃，竟直接走出了残扇，出现时赫然在了那光芒的尽头，巨大气灵的身边。他的靠近立刻就引起了那巨大气灵的警惕，抬头时向着白小纯怒吼起来，其大手更是一把抓来。滚开！白小纯袖子一甩，天尊后期的磅礴修为轰然爆发，形成一股星空中的风暴，骤然横扫。那巨大的气灵刚与白小纯碰触，就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急速后退。伤害这巨大气灵的不是白小纯的修为之力，而是他身上的主宰气息。这气息外人或许察觉不是很明显，可那巨大气灵却是感受极为强烈，目中带着惊恐。此刻后退时，白小纯双手掐诀，站在两个残扇之间，相互猛地一抓，轰的一声，这两瓣残扇就直接的碰触到了一起，没有传来撞击之声，而是在彼此碰触时，直接就产生了融合。与此同时，在那巨大气灵满脸惊恐与愤怒时，白小纯淡淡开口：“小气灵，还不去镇压？”小气灵也被白小纯的出手震慑了一下，可随后就双目冒光，身体一晃，直奔那巨大的气灵而去，口中更是叫嚣起来：“老子才是真正的气灵，你个头大也没用，我要吞了你！”小气灵咆哮中化作一道光芒，直接就与那大气灵撞到了一起，相互之间立刻就传出嘶吼之声，在这残扇的相互融合下，不断的彼此镇压，欲吞噬对方。这件事白小纯也无法相助，他此刻盘膝坐下，神识散开，彻底融入两把残扇内，使得这两把残扇的融合更为顺利。渐渐的，残扇慢慢完整，无论是扇骨还是扇面，都在这光芒的闪耀下缓缓融合在了一起。而两个气灵之间的争夺此刻也快要结束。当白小纯站起身时，他看到的是小气灵一口直接将那巨大的气灵猛地吞噬下去，其身体也膨胀起来，忽大忽小，飞回来时也晃晃悠悠，到了白小纯身边时还打了个饱嗝，目中带着喜色，随后一头落在扇面上，陷入沉睡，消失无影。白小纯神识扫过，确定小气灵无碍后，目光落在这扇子上。此刻的扇子在这完全的融合后，看起来已经几乎完整了。即便是有一些地方还存在了缺失，不少区域都有裂缝，可按照扇子的自我恢复，在白小纯的估算下，怕是用不了太久就会彻底完美。与此同时，随着扇子变得完整，不但范围更大，其上散出的光芒也比之前明亮了太多。尤其是这扇子上散发的气息，更是在这星空中前行时，好似庞然大物，令人触目惊心。更让白小纯振奋的是，他发现随着扇子的完整，自己的权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没有半点不融洽之感，只需心念一动，就可操控这扇子的飞行方向，甚至想要让其加速与停顿也都可以。这种控制自如的感觉是之前所没有的。不过在这操控下，白小纯也感受到了扇子完整后，似乎也存在了其自身的轨迹，甚至他神识扩散整个扇子后，也都能隐隐感受到，似乎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股召唤，那召唤似某种牵引，使得这扇子在完整之余，向着召唤所在之处正不断的飞去。能让扇子完整后依旧产生影响而被召唤的，莫非是白小纯思索片刻后，心头一跳，答案呼之欲出：创造生死道源，创造这把扇子的仙界主宰。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理解，对方应该已经陨落了才是。此刻他迟疑了一下，发现这扇子的轨迹自己虽可以延缓，但想要改变的话，还是无法做到了。他想了想后，索性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准备当小麒麟苏醒后问询一下。除此之外，扇子最大的变化就是扇面世界。之前的扇面上有一条河，一座山，一座塔，河水上有一艘孤舟，孤舟内有两个老人在下棋，河水旁浮着一座宫殿，天空上有主宰手臂。而现在那条河完整，更为磅礴的同时，多了一条黑鱼，这黑鱼目中带着奇异光芒，虽一动不动，可白小纯却是在这条黑鱼身上也感受到了主宰的气息波动。这气息竟有生死道源的韵味，隐隐与生死道塔不断的相互辉映起来。白小纯仔细观察后，立刻就确定，这条黑鱼恐怕就是这把扇子蕴含的真正属于主宰的神通之法。之前的残扇虽有生死道塔，可却缺少这条黑鱼，而另一半残扇虽有黑鱼，但同样没有生死道塔。只有此刻在完整后，这属于此扇的主宰神通才终于完整。白小纯激动中立刻尝试，可却遗憾的发现，以他的修为，居然还是无法让这扇子施展主宰之法。可白小纯心底不甘心，他陆续尝试，发现无论是那座山，还是这条河，又或者是孤舟，他都无法彻底撼动。不过那宫殿可以，但这宫殿残缺的厉害，其内虽有部分太古魂，可却无法威胁到太古，
就在白小纯有些懊恼时，他的神识再次扫过那艘孤舟，忽然的孤舟内下起2个老人，身体猛地一震，尤其是其中一人抬起的手中拿着的旗子，竟瞬间爆发出强烈刺目的光芒与回应的波动。第1198集太古奴。随着棋子的震动，白小纯眼睛猛地明亮起来，他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似乎随着自己心念的变化，自己可以去操控这枚棋子。或许不仅仅是棋子，白小纯气息一凝，神念从那棋子上扩散到整个棋盘后，那棋盘也突然的爆发出了光芒。只不过这光芒闪动了几下后，就又慢慢暗淡下来，而白小纯的神念在这一瞬也急速的消耗，棋盘还差一些。白小纯有些遗憾，收回神念后盘膝坐下。吐纳恢复到了巅峰时，再次站起，目露其芒，神念又一次扩散。这一次他不再改变目标，直接锁定那舟船老人手中的棋子。在这棋子光芒刺目震动的一瞬，白小纯右手掐诀，猛地一指，顿时那棋子直接化作一道炫目之光，轰然间就从扇面内直接爆发出来，气势之强，超越天尊，就好似太古强者出手一般，直接就让这宝扇一震。白小纯也被这气势吓了一跳，立刻手指一甩，指向主宰手臂。瞬间，这棋子的炫目之光就直奔主宰手臂而去，刹那落下，传出一声轰鸣宝扇的巨响。那强悍的主宰手臂竟也都被这棋子之光震退了数丈，其上更是出现了一个棋子大小的窟窿。这窟窿虽没有穿透主宰手臂，可也入肉3寸，使得那主宰手臂出现了腐蚀之意。虽很快就在宝扇之力下恢复，可这强悍的一击看得白小纯心神狂跳，连连吸气。太强了！白小纯激动无比，可又心痛主宰手臂的损耗，不敢继续在这里尝试，偏偏心痒难耐，索性操控宝扇停顿在了星空，自己身体一晃，直接飞出宝扇，踏入到了星空中。站在星空内，白小纯立刻掐诀，其神念顿时就与宝扇联系到了一起。刹那间，一道强烈的光直接就从宝扇上飞出，速度之快，似乎刚一飞出，就好似穿梭虚无一样，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安全按照他的意志，准确的轰击在了星空的一处虚无内。轰鸣之声回荡间，那片星空虚无掀起波纹，这威力虽不直观，可白小纯凭着自己天尊后期的感受，凭着自身与太古一战的直觉，他的心情越发激荡。这不是堪比太古一击，这是完全的太古一击，甚至比邪皇的出手似乎都要强悍一些。就是不知我若是回到了永恒仙域，再次召唤的话，这道棋子之光需要多久可以到达？还有就是我能施展多少次？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就打算尝试一下，身体一晃，直奔远处星空。他将自身速度施展到了极致，拉开了一大段距离后，再次在心中呼唤宝扇，召唤棋子之光。几乎在这召唤传出的刹那，一道强光骤然降临，竟无视距离，直接出现。这就立刻让白小纯眼睛睁大，又尝试了2次后，他已经可以确定，这棋子之光的的确确无视距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瞬间落下。这才是利器。白小纯仰天大笑，又尝试了数次，最终在召唤到第15次时，任凭他如何继续，也都再没有棋子之光出现。白小纯立刻明白，15次就是极限了。不知是否每天都有15次？白小纯没有气馁，他想着，若是每天15次也足够了。此刻美滋滋的回到了扇子上，重新开启宝扇，远去星空的同时，也盘膝坐在那里，默默等待。很快的，第2天到来，白小纯兴致勃勃的立刻尝试，可很快就有些傻眼，那棋子再没有丝毫反应。白小纯顿时吃惊，有些不安起来。不会吧？难道一共就15次？一想到这里，白小纯都有了要哀嚎的冲动。如果这一切是真，他的肠子都会悔青了。就在白小纯这里患得患失中，时间流逝，过去了1个月，白小纯再次尝试，还是失败。他心中的悔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一想到原本有15次的太古神通，居然被自己浪费了，白小纯就恨不能捶自己几下。干嘛要那么浪费啊？白小纯愁眉苦脸，叹了口气，可又不甘心，于是继续煎熬，直至过去了整整1年。他算着时间，带着强烈的患得患失之心，又尝试了一下。当舟船上老人手中的棋子又一次散发出光芒时，白小纯激动的猛然站起了身，只觉得拨开云雾见天空，内心的振奋以及失而复得的幸运之感，让他畅快的哈哈大笑。这棋子之光，从此就叫太古之光。白小纯袖子一甩，他觉得自己如今终于有了杀手锏。等婉儿与子墨苏醒后，就是我白小纯回归永恒仙域之时。白小纯意气风发，查看了高塔后，按照他的推算，怕是最多1年，宋君婉与周子墨就会苏醒，而铁蛋也差不多会在那个时候醒来，唯独宋缺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白小纯心中叹息，默默等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麒麟苏醒了。苏醒之后的小麒麟，其神念明显比之前强悍了不少。在这宝扇上横扫一圈后，他得意洋洋地出现在白小纯面前。小纯子，有关你成为这宝扇主人的事情，本麒麟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可还没等他的反骨之意说完，白小纯斜眼看了看，
挥手间就是一道太古之光。这光芒的出现，立刻就让心中得意、此刻正耀武扬威的小麒麟猛地就一个哆嗦，尖叫一声，赶紧避开。再次看向白小纯时，他的脸上没有了之前的傲然，换脸一般，重新换上了讨好之意。你刚才说什么？白小纯背着手，重重的咳了一声，摆出高深莫测之态，淡淡问道：“我刚才说，我觉得主人你是这世界上最适合成为这传承宝扇主人的存在。”小麒麟哭丧着脸，心有余悸，心底也在郁闷。他没想到自己只是睡了一觉，白小纯这里居然在没有自己的帮助下就可以撼动孤舟棋子。这样啊，不过你要改名的事情，我也还是考虑考虑好了。白小纯抬起头，看都不看小麒麟。可他这句话立刻就让小麒麟心底哀嚎，恐惧无边。他生怕白小纯记恨，然后不给自己改名了，于是赶紧开口：“主人，小的融合了那个大的麒麟后，能力觉醒很多。我现在虽无法让那舟船的太古奴走出来，可却能让里面的太古奴出现在扇面的世界中，可以作为主人的陪练啊，让主人尽快熟悉与太古的斗法。到时候主人回归永恒仙域，必定横扫八方。”小麒麟说完，生怕白小纯不相信或者不给自己机会，于是极为卖力的掐诀，不惜耗费自身的神念，向着扇面一指。顿时，那扇面内的孤舟上，两个太古奴中的一位身体一震后，无神的双目突然明亮起来，头颅也慢慢抬起，身体更是站在了孤舟上，一晃之下就直接飞到了扇面世界的半空中，向着宝山上的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老奴拜见主人。”白小纯顿时双目冒光，他虽渴望能将太古奴带出去，但若是做不到的话，能让其在扇面世界活动，作为自己的陪练，也是他梦寐以求之事。一旁的小气灵眼看白小纯目中有光，心底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阿谀起来：“主人，这太古奴都是当初主宰大人抓获的，且留下了禁制，封印了神志。这世间除了主宰程度的绝世之修，无人可以解开。”白小纯没理会小气灵，此刻跃跃欲试，一晃之下进入扇面世界，神念传出：“来，你我一战！”白小纯话语间立刻出手。第1199集，邪皇又如何？站在扇面世界半空中的老者猛地抬头，这老者穿着一身青衫，看起来其貌不扬，一头白发飘摇，身体略微瘦弱，背部更是有些佝偻。可偏偏此刻，在他抬头的瞬间，他的后背刹那就笔直起来。他原本平凡的相貌，此刻因其目中爆出的金芒，竟使得其整个人的五官似乎改变了一下，居然有强烈的不怒自威之意轰然散开。而他的头发此刻也有气势的变化，竟飞速的改变颜色，眨眼间就不再是白发，而是成为了黑发。这一切都是在这老者抬头的瞬间发生，此刻看起来根本就不是老迈，仿佛中年。而他的气势也在这一瞬骤然扩散，太古的神识与波动，还有那种独有的给人神圣的感觉，也都在这一刻不断的崛起。尽管看起来似乎与邪皇以及圣皇比较，还是差了一些灵动与强悍，可无疑这就是太古，哪怕弱了一些，可也依旧是太古。白小纯神色一凛，在这老者的气势爆发下，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面前之人成为了一头洪荒凶兽，尤其是其目光如电，此刻看向自己时，令他全身汗毛都在耸立。这种汗毛竖起的感觉，形成了一股战速，让白小纯呼吸一促的同时，也无比的振奋。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要的就是与太古切磋，要的也更是在这切磋下的绝对安全。再没有比这老者更好的陪练的，也再没有如此刻这样绝对安全的斗法了。这一切让白小纯也放开了心神，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后，身体的气息同样爆发，气势在这攀升中直接就到了天尊后期。而他的肉身之力在这一刻也不断的运转。远远一看，站在这太古老者面前的白小纯，虽从气息上还是不如老者，可从气势上竟相差不了太多。二人目光瞬间就凝望在了一起，仅仅是目光的接触，就立刻让二人之间的虚无出现了轰鸣之声。眨眼间，他们的身影就在半空中消失。随着消失，碰撞的轰鸣巨响顿时就震耳欲聋的爆发开来，轰轰之声震天回荡，吓得小气灵赶紧到来，嘀咕中掐诀，双手一挥，将这四周封印隔离，确定无碍后，这才退后一些，表情看似关切，可心底却是美滋滋的。让你这白小纯欺负我，哼哼，真以为你家麒麟爷爷那么好心啊？我就是想要看你被打。小麒麟的心思不敢露出，可目光却是炯炯有神，看向此刻在那被隔离的虚无内，正在彼此都展开极致的速度相互斗法的二人。声响不断的回荡，也就是7、8个呼吸后，白小纯喷出鲜血，身体噔噔噔连续后退数百丈，这才勉强站稳。而他前方的太古老者也没有追击上来，而是站在那里，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不愧是太古，他没有动用大神通，只是一些简单的术法与肉身之力，就可以将我逼退在他面前。我坚持的时间只有几个呼吸而已。白小纯深吸口气，目光闪动思索道：“可我最大的倚仗，不是如今的天尊后期，而是我不死长生功的恢复。”白小纯吸气的一瞬，
他的伤势就刹那恢复。此刻骤然冲出，全方位的去测试自己的肉身与神通术法对于太古的伤害程度。人山诀、云雷人组变、撼山撞、不死尽、碎喉锁、长生灯，更有过去经、现在经，一切神通，除了白小纯融合主宰手臂自创的不灭主宰拳以及水泽国度外，几乎他这一生学会的术法都在这太古奴的面前多次施展。在这不断的切磋下，白小纯的修为虽还是天尊后期，可他的战力却是突飞猛进，不断的改变神通，不断的衔接术法，甚至肉身恢复也都受到了刺激，使得他一次又一次的找到了自己的极限所在。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流逝，白小纯一方面废寝忘食，不断的沉浸在与这太古奴的切磋下，另一方面也问询了小气灵关于扇子轨迹的事情。小气灵对此也有些迷茫，同时白小纯也抽出时间感悟亘古卷的第3层，只是亘古卷第3次的感悟需要静心，更需要时间。白小纯挂念宋君婉与周子墨以及铁蛋宋缺，更担心通天世界众人，所以尝试之后，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与太古切磋提高战力上。而随着他战力的与日俱增，太古的出手也慢慢从之前的简单神通变成了较强的术法，无论是肉身还是速度，都比之前快了不少。尽管每一次的斗法失败的都是白小纯，可白小纯这里的成长之快，进步之大，无法形容。他从之前的在这个太古奴简单术法下只能坚持7、8个呼吸，直至现在，哪怕这太古奴展开了较强的神通，白小纯的坚持时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倍有余。这一幕幕全部都落在小气灵的眼中，虽对白小纯已经很是了解，可这小气灵还是被白小纯的潜力震撼了。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小气灵不断吸气中，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月，白小纯的出手已经可以与那太古奴坚持半炷香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白小纯对于天尊后期已经掌控自如，对于自身的术法更是多次突破，直至此刻，他对太古奴的要求也有所提高。拿出你最强的战力！轰鸣声中，白小纯倒退100步，抬头时他呼吸急促，他的伤势肉眼可见的恢复，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战意，低吼一声。随着白小纯的话语传出，那老者目中金芒一闪，身体在这一刹那气势再次攀升，居然形成了一股风暴，影响了四周虚无，使得波动陡然剧烈，哪怕这残扇世界也都震动了几下，吓得小气灵赶紧加固封印。而白小纯那里感受到了来自太古奴身上的风暴后，他的目中也露出一抹疯狂。也该到了，去看看我的不灭主宰拳能否成为我正面撼动太古的杀手锏。白小纯低吼下，右手蓦然抬起，狠狠地握住，虚无都传出咔咔之声，他的四周同样掀起了风暴，其天尊的气息内突然的多出了一丝主宰气息。这主宰气息的出现，立刻就让太古奴身体一震，好似筋骨紧绷一般。而白小纯那里，此刻随着握拳，他的身后虚无中立刻就降临了一道巨大的身影，穿着地袍，戴着地冠，正是白小纯的地影，只不过一只手臂明显与身躯有区别，那是主宰之手，不灭主宰拳。白小纯大吼一声，身体猛然冲出，右手好似燃烧一样，向着太古奴直接一拳轰去。随着他的拳头轰出，他身后的地影同样这般，直接轰出主宰之手，与白小纯的身影融合在一起。远远一看，就好似有一尊主宰正在打出这一拳。太古奴口中首次传出咆哮，此刻不敢再保留丝毫，气势又一次爆发下，他的双手抬起抱胸，顿时其全身上下散出无数金光，这些金光在半空中化作了一张巨大的金色面孔，咆哮中向着白小纯的这一拳直接吞噬过去。这一切形容起来有些慢，可实际上都是一瞬发生，刹那的功夫，白小纯的不灭主宰拳就与这太古奴的最强杀招碰触到了一起。整个扇面世界在这一刹那直接被波纹与惊天之声轰鸣扩散，甚至宝扇本身也都震颤了一下。小气灵那里更是惨叫一声，拼了所有去加固，可那封印之力还是在碎裂中直接爆开。随着爆开，太古奴嘴角溢出鲜血，身体噔噔噔的后退了10多丈。而白小纯那里同样倒退，口喷鲜血，退后100丈外时，他勉强站稳身体，抬头时目中带着激动与狂喜。我能撼动太古！白小纯仰天大笑，他振奋自己这一拳的确能撼动太古，哪怕自己也受伤，可他的不死长生功的恢复之力，使得他对于伤势的在意程度并不大。如此一来，再配合太古之光邪皇又如何？第1200集，好奇的小气灵，白小纯的信心前所未有的充盈。在之后的数月里，他多次与太古奴交战，对于不灭主宰拳的施展也越发的纯熟，其威力也提高了一些。这是他掌握的所有神通中，除了水泽国度外，最能撼动太古的术法。似乎一切霉运随着不灭主宰拳的轰出全部崩溃，在之后的日子里，幸运之光降临到了白小纯的身上。终于铁蛋苏醒，在铁蛋苏醒的第一时间，白小纯就立刻察觉到了生死道塔内的震动，
他顿时激动，一晃之下就到了塔外。神识扫过后，掐诀一指，顿时一道黑色的光芒直接就从生死道塔内飞出，在半空中绕了一圈后，似察觉到了白小纯的气息。这黑光以更快的速度直奔白小纯而来。白小纯毫不闪躲，脸上带着笑容，甚至还向前走了几步，张开双臂，目中有激动。眨眼间，黑光临近，直接就化作了铁蛋的样子。他的目中一样带着激动与喜悦，直接就扑到了白小纯的身上，发出呜呜的声音，更是伸出舌头，不断的向着白小纯的脸舔了过去。白小纯哈哈大笑，抱着铁蛋。如今的铁蛋身体已经很大了，哪怕此刻没有变化，也足有一人多高，很是魁梧。尤其是其修为，此刻居然无声无息间突破了天人，成为了半神。半神的气息配合他磅礴的身躯，足以让一切外人在看到后都心神震动。尤其是他的四蹄下有黑色火焰，口中牙齿锋利无比，乍一看就极为狰狞。可在白小纯的眼中，铁蛋永远都是小时候的可爱模样。铁蛋！白小纯开心的喊了一句。铁蛋立刻吼叫回应，兴奋的在一旁索性打起了滚，不断的起身看向白小纯，又不断的打滚，时而还飞到半空，绕着四周旋转。如果有灵犀宗的人在这里看到铁蛋如此反应，一定目瞪口呆。实在是自从白小纯离开后，铁蛋给人的感觉一向是霸道中带着凶狠，虽忠心守护灵犀宗，可平日里大都是极为稳重，甚至一些新弟子看到都会哆嗦害怕。但如今他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在开心的绕着白小纯吼了几声后，索性身体一抖，竟越来越小，最终化作了巴掌大小，在白小纯的脚边咬着他的裤腿，在被白小纯拖着走路时露出享受的样子。白小纯眼看如此，更为开心。走，铁蛋，爹带你在这里溜达溜达，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爷俩的家了。白小纯意气风发，带着铁蛋在这扇面世界以及整个宝扇上走了一大圈。对于这里的所有，铁蛋都很好奇，一路走去，不断的打量，直至重新回到此地时，铁蛋忽然一个转身，竟直奔身后一处什么都没有的空旷之处。几乎在他扑去的刹那，一声尖叫从空旷之地传出，小麒麟的身影显露出来，急速避开，目中带着不可思议，指着铁蛋，冲着白小纯失声大喊：“他能看到我！”铁蛋，这个是白小吃，盯着点他，这家伙不老实。白小纯也很意外，想到铁蛋一向很是神奇，于是心底更是得意洋洋了。听到白小纯的话，小麒麟立刻声音尖锐起来：“白小纯，你说过我可以自己改名字。”白小纯闻言哈哈一笑，此刻心情愉悦，索性又调侃了几句，正要带着铁蛋继续溜达，可就在这时，忽然的生死道塔竟再次传出波动。这波动不是一道，而是4道，其中2道波动，白小纯瞬间就认出那是宋君婉与周子墨，而另外2道他也不陌生。这么多年来，他时常神识扫过宋君婉与周子墨，对于他们肚子里自己的骨肉的气息极为熟悉。要生了！白小纯一愣，神识赶紧扫过，身体更是一晃之下到了生死道塔。在他临近时，生死道塔大门开启，宋君婉与周子墨带着一些迷茫，挺着肚子，谨慎的一步步走出。在看到白小纯后，二女都怔了一下。小纯，白小纯！宋君婉与周子墨惊呼中，白小纯也看出了，不是二女要生，而是随着他们的苏醒，他们腹中自己的骨肉也比往常更为活跃起来。只是这口气刚松，白小纯又心虚了，实在是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面对2个女人，且都有了自己的骨肉，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此刻眨了眨眼，白小纯干咳中试探的说了一句：“那个你们好。”“好你个头！”宋君婉本就不是个好脾气，此刻看着白小纯，眼中虽湿润，可这些年的苦还有思念不由得浮上心头。此刻也不顾挺着肚子，直接上前就一脚踢了过去。一旁的周子墨，这位当年的红尘女，脾气也是不小，尤其是想到自己与白小纯之间那不清不楚的关系，还有自己这些年怀孕中一个人的种种生死危机，她也眼中露出锋利之芒，一样上前就要开打。白小纯心底哀嚎，这是他之前没想到的事情，此刻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果换了以前，他还敢制住他们，可如今这2个道侣都有身孕，他怎么敢出手？即便是躲，估计二女的气也不会那么容易的消。罢了罢了，打就打吧，反正这里也没外人，没人知道。白小纯哭丧着脸，高举双手，毫不迟疑的立刻服软。就这样，在这拳打脚踢下，白小纯时不时的哀嚎几声，更是神识散开，时刻留意二女的心神波动。他这个时候忽然觉得天尊修为的确是不错，使得他这里能准确的把握周子墨与宋君婉的思绪。等他察觉这二女的气消散了一些时，白小纯立刻双手抬起，同时抱住他们，一晃之下直奔扇面中，在那山顶侧，白小纯这些年挖出的洞府飞去。放开我！宋君婉一瞪眼，白小纯，你不要太放肆。周子墨也皱着眉头，冷冷说道：“都给我闭嘴！”白小纯两侧稍一回头，眼睛一瞪，不等他们继续回话，直接带着就进了洞府。
远处铁蛋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一幕，他身边小气灵也幻化出来，眼中带着好奇，转头问了问铁蛋：“老兄，你说他们在干嘛呢？怎么还打起来了？尤其是主人天尊后期修为，怎么都打不过呢？”铁蛋斜眼看了看小气灵，鼻子里呼了口气，目中带着轻蔑与鄙视，似觉得这小气灵连这个都不懂，自己休与其为伍。打不过也就罢了，怎么还带人进了洞府？莫非他们要修炼？小气灵更为好奇，挠了挠脑袋，不行，我要去看看。他实在太好奇了，尤其是听到那洞府里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后，他就更忍不住了，正要过去瞧瞧，被铁蛋瞬间拦住。只是小气灵的好奇心起来后，在这宝扇上，铁蛋也拦不住，瞬间就被小气灵避开，一晃之下，直接就钻入到了洞府内。铁蛋在远处看着，摇了摇头，目中露出同情。果然，很快的白小纯的一声怒吼传出，小气灵惨叫一声，带着委屈从洞府内飞出，口中还连连高呼：“主人，我是在帮你啊！你们居然真的在打架！”闭嘴！洞府内，白小纯气急败坏，实在是刚才小气灵的突然出现吓了他一跳。第1201集归来。时间流逝，在这宝扇上，宋君婉与周子墨对于白小纯这里的怨气，也随着白小纯讲述了降临永恒仙域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而慢慢消散了。尤其是宋君婉在听到铁蛋以及宋缺对于他们的如此保护时，她哭了。在白小纯的帮助下，带着他远远地看了一眼于宝塔第9层的宋缺，宋君婉抓着白小纯的手，抹去泪水，轻声问道：“缺儿，能行吗？”“能。”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点了点头。生死道塔第9层内，宋缺的身体一动不动，在那生死道元的融入中，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唯独其身体没有半点腐烂的迹象，就好似睡着了一样。周子墨也来过，遥遥的向着那里抱拳一拜，心中也有轻叹。同时，对于铁蛋那里，周子墨格外的友好。而铁蛋在感受到了周子墨肚子里的气息后，也立刻亲密起来。平日中虽二女对白小纯有些不大理会，可与铁蛋之间相处极为融洽。只是在他们的心中，虽还有怨气，可回想往事，又听白小纯轻描淡写的说出了救他们的过程，这让他们的内心已然掀起极大的波澜。他们了解白小纯，可越是了解，对于一向喜欢夸张一些说法的他，突然轻描淡写，这里面所代表的意义，让他们心疼。只是表面上，二人之间还是有些相互看不顺眼，此时一时半刻也很难调整过来。白小纯知道他们吃了太多的苦，也明白两个女人在一起的话，自己若不表现得好一些，怕是会重现当年血溪宗与灵溪宗一战时，宋君婉与侯小妹之间给自己带来的可怕灾难。于是白小纯一方面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好，另一方面在准备离开宝山。他已经远离永恒仙域太久了，白小纯看似有笑容，可实际上他的心中藏着焦虑。无论是李清后等人，还是巨鬼王大天师以及张大胖等等，又或者是公孙婉，这些人的安危是白小纯最着急的。之前他的战力不够，难以回去，可如今一切具备，回归之事也被白小纯当成了重点。首先，宝扇完整后，我能感觉到回过永恒仙域已经不需要出现在离居的固定地点，不说能随意传送，但也可以大致锁定一个方向了。白小纯沉吟中，也在考虑回去后自己该如何去做。他想了很久，也还是没有什么头绪，最终索性狠狠一咬牙。既然我可以占太古，那么凭什么永恒仙域内不能从此三足鼎立？我要占据一整个仙域，改名为通天大陆。白小纯猛地抬头，目中露出精芒。这个想法在他脑海出现后，越发清晰，逐渐的取代了所有之前浮现的零散计划，最终成为了全部。这个大陆选择在圣皇朝的话，有些不妥。既然邪皇对我虎视眈眈，那么我就偏要从他那里生生撕下一块大肉。白小纯面色变幻，思路越发明晰。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在回归后必然会发生的与邪皇一战。白小纯闭上眼，沉思半晌，猛地睁开双目，再没有半点迟疑，直接找到了宋君婉与周子墨，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后，二女沉默许久，相互看了看。他们没有阻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小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此刻他们能做的，只有祝福与不给白小纯增加烦恼。所以对于白小纯提议他们留在这里，哪怕二人心底担心，也还是选择了顺从。铁蛋想跟随，可他吃了太多苦，白小纯心里舍不得，安抚后也将他留在了宝扇上，没有了后顾之忧。白小纯深吸口气，没有继续等待，也无法继续等待，神识立刻散开。在宋君婉、周子墨与铁蛋的担忧目光中，他的身体缓缓模糊，直接于宝扇上慢慢消失了。永恒仙域，邪皇朝占据了5片花瓣中的3片，其中完整的大陆只有2处，其他的则是与圣皇朝割据。这2处完整的永恒仙域，邪皇城所在是其一，至于另一处仙域，则是有天尊镇守。如今在这邪皇第2仙域上镇守的，正是灵上人。此刻，在这邪皇朝的第2仙域上，一处较为荒凉的平原内，有2群修士正在相互斗法，一方穿着道袍，一方穿着黑袍。
他们正是这附近的两个宗门，虽都是属于邪皇朝，可彼此之间的仇隙存在已久。如今为了争夺被他们发现的一处灵石矿坑，两宗的矛盾升级，开始了战争。其内修为最高的是元婴，彼此的斗法虽是混战，可在半空中却有两个天人强者，一个是老者，一个是中年，正背着手，时而看向下方战场。这两位天人正是这两大宗门背后的主人。这一战与其说是他们的奴宗再战，不如说是他们两位的争夺。只不过身为天人，若是什么事都要自己出手，吃相太过难看。于是在邪皇朝内就有了如他们二人这般的控制手下宗门开战，一方面磨练，一方面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陈道友，此番这紫金矿怕是要不属于你了。两个天人中的老者微微一笑，淡淡开口。现在这么说有些太早了。其身边的中年天人面色有些难看，他也看出了自己奴宗的败势，实在是对方的元婴修士竟在今天的开战时临阵突破。此刻下方战场轰鸣中，中年男子奴宗的元婴修士喷出鲜血，眼看失败，这中年男子也袖子一甩，冷哼中转身正要离去，而其身边的天人老者也笑容盛开。可就在这时，突然的，在大地上，在双方数百修士交战的中心，猛然间凭空出现了大量的紫色天雷。这些天雷突然出现，轰隆隆的炸开，形成的冲击顿时就让四周修士骇然，纷纷倒退。可还是有不少被震得直接喷出鲜血。这是什么？怎么回事？整个战场因这突然出现的紫雷顿时哗然，彼此散开中也都不再交战，就连天空上的那两位天人也都愣了一下，神识散开，立刻关注起来。就在众人的目光全部凝聚紫色天雷所在之地时，他们立刻就看到这些紫色的天雷形成的闪电竟相互凝聚在一起，赫然形成了一面巨大的闪电之门。在这闪电之门内，此刻忽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轮廓正飞速的清晰。这一幕让四周众人倒吸口气，天空上的那两个天人也都头皮发麻，实在是这一切看起来太过震撼。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闪电门内的身影已迈步走出。随着走出，他身后的闪电门传出轰鸣巨响，而他的身影在这不断的清晰中终于露出了样子。一头黑发飘摇，身体修长，皮肤白皙，看起来就好似一个少年。可他目中露出的金芒，还有那身上散发出的足以让天地色变的气息，使得四周所有人都在看到后，脑海轰的一声，修为都被瞬间压制。哪怕那两个天人也都一个哆嗦，立刻降临大地。他们清晰地感受到，在眼前这出现之人的身上散发的威压，比他们的大尊都要强悍无数，甚至就连他们曾遥遥看到过的一位天尊，似乎也都不如眼前之人给他们带来的震慑强烈。一定是天尊，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两个天人呼吸凝滞，此刻不敢多言，赶紧抱拳一拜，拜见大人。白小纯站在那里，闭上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久违的气息让他的记忆好似回到了几十年前离开的时候。许久，他缓缓睁开双眼，目光扫过四周众人，声音带着低沉，缓缓开口：“告诉我，这里是邪皇朝的第二仙域吗？”第1202集，镇压。白小纯的声音平静，可却引起了这四周天地的震动，传入众人耳中时，让此地所有人不管什么修为都纷纷心神震颤，好似脑海都在嗡鸣，不断回荡白小纯的声音，似乎这声音要融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成为永恒的烙印。甚至有不少人都直接身体颤抖，似乎要承受不住。即便是那两个天人修士，也都面色苍白，身体摇摇欲坠。这不是白小纯刻意而为，实在是他现在的修为太高，天尊后期的念力使得他体内的道种已经接近开花的程度。对于这永恒仙域的修士而言，他的声音就好似言出法随一般，让人从心底震撼。察觉到了众人的异常后，白小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深吸口气，渐渐将自身的波动降到最低的程度。可就算是这样，也还是让这四周众人好似胸口压着一块大石头。回大人的话，这里的确是第二仙域，靠近于圣皇朝第二仙域那两个天人，此刻也从白小纯之前的话语里听出了一些端倪，可却不敢多言，只能战速中赶紧回答。听到了天人修士的回复，白小纯抬头看向南方，那个方位正是圣皇朝第二仙域，也就是巨鬼王大天师当初所占据的北部根据地。白小纯若有所思，残扇与另一半融合成为完整后，果然在这传送上已经与之前不一样了，不像之前的固定的传送那样很受限制，容易被邪皇盯上。现在可以传送到固定点所在的世界，随机一处。虽还是无法太过控制具体的方位，但在细微的调整下，传送到指定的5处仙域中的一处，还是能做到的。只是可惜，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这个能力就可以成为我经常使用的保命之法了。白小纯微微摇头，扇子完整后，在进出的限制上与之前相差不多，没有太大变化。如今回归，有好多事情要做，无论是李叔他们，还是巨鬼王大天师等等，也不知道如今怎么样了。这一切要找到公孙婉才能知晓。
可无论如何，想要去站稳脚步，想要去寻找他们，我都需要一场一鸣惊人的斗法。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露出强烈光芒。他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计划后，目中露出坚定之意。他的确需要石破天惊般震撼永恒仙域，他需要通过一场战争去告诉整个永恒仙域自己的回归。他更要通过这次战斗来让这永恒仙域的所有人知道自己有资格从此三分天下。想到这里，白小纯神识轰然散开，随着散开，他的神识扫过天地，覆盖无尽区域后，又向着身边的那里2个天人问了这第2仙域的首府所在，没有半点犹豫，身体一晃，直接化作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奔雷，掀起滔天破空之音，骤然远去。白小纯的速度太快，此刻只是飞出，就在原地掀起了一场风暴，吹动着四周众人不断后退。那2个天人修士也都心跳加速，脑海嗡鸣，直至过去了好久，他们才恢复呼吸，彼此看了看后，都看到了对方的骇然。他是有些眼熟，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的画像。天尊修为，他是几十年前斩杀绝地天尊，生擒元妖子天尊，虐杀了大皇子，生生抵抗了邪皇一掌的通天王白小纯。短暂的思索后，这2个天人脑海再次天雷回荡，他们想起了白小纯的身份，此刻更是心神狂震。不管他们作何想，此刻的白小纯在那极致的速度下，整个人超越挪移，在这天空上不断的闪现，速度之快无法形容。明明他距离这第2仙域首府还有些范围，可在这种速度下，一切距离似乎在白小纯的眼中只是1步与数步之间的区别而已。没过多久，那需要寻长天尊飞出数日才可到达的第2仙域首府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目中。这邪皇朝第2仙域的首府赫然是一座漂浮在天空中的巨石城，四周环绕无数庞大的碎石，每一处石头上都修建着不少的建筑。更是在这城池中，有大量邪皇朝的修士正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使得此地在这晌午之时一片热闹。对于白小纯的到来，没有丝毫察觉，哪怕白小纯此刻已经站在了这巨石城的天空上，可他好似在众人眼中不存在一般，无人能意识他的临近。即便是此刻盘膝坐在巨石城大殿内的是灵上人，作为邪皇朝内在战力上仅次于广目天尊与那位被主宰分身斩杀了一次的老妪之后的第3人，是灵上人性格很是谨慎，哪怕那老妪在被复活后战力不如以往，而他是灵上人，如今已成为了邪皇朝内天尊中的第2强者，可他的性格还是没有变化。无论是与主宰分身一战中的假受伤，还是之前与白小纯一战中的退缩，都是他的处事原则。所以在经历了几十年前邪皇城一变后，他被邪皇略作惩罚的安排到了这里镇守此地。对于这种所谓的惩罚，适龄上人从心底是愿意接受的，甚至他不觉得这是惩罚。在这第2仙域的几十年，他过得很是舒坦。说起来还要多亏了那白小纯，否则的话，镇守此地的一向都是元妖子，也不能安排我过来了。适龄上人睁开眼，感慨一声。其他人或许大都忘记了白小纯，可他没有忘记当年那多色火的爆发，让他至今都记忆深刻。此刻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又升起了感慨，总觉得心底似乎有些不安的样子，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甚至他的神识也都散开，可却没有察觉半点异常。于是站起身，正要走出去看看，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一道他之前无法察觉的神识之力骤然间从苍穹上爆发，瞬间就覆盖了整个巨石城，使得整个城池内所有修士全部心神一震，一个个呼吸凝滞的同时，他们的耳边还有适龄上人的耳边回荡了一声平静中带着威严的声音：“适龄，好久不见啊！”这声音在巨石城众人耳中，好似想在心底充满天威，可在适龄上人的心神内，却是直接爆发了天雷。这神识，这气息，这声音，适龄上人猛地睁大了眼，脑海嗡鸣中，他的神识在这一刻也终于看到了此刻站在巨石城天空上那个穿着一身白袍、黑发飘摇的身影。白小纯！适龄上人失声惊呼。几乎就在他声音传出的一瞬，白小纯右手抬起，面无表情，向着适龄上人所在的大殿直接隔空一按。天地轰鸣，世界震动，适龄上人发出一声嘶吼，身体猛地冲出，几乎就在他冲出的刹那，他所在的大殿竟如被抹去一般，在巨响中直接爆开，彻底粉碎。即便是逃出的适龄上人，只是被擦了一下，其全身就狂颤，鲜血大口喷出，目中带着无法置信与骇然，更有不可思议。这种强悍的程度，在他的感受中超出了广目天尊似乎无限的极境邪皇。突破了，你突破了！适龄上人头皮都要炸开，此刻没有半点要站下去的想法，身体一晃就要逃遁。白小纯神色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变化，这当年需要他认真对待的适龄上人，此刻在白小纯的感官里，不说脆弱无比，但也强不到哪里。他右手直接抬起，随意一按，口中言出法随，传出2字：镇压。第1203集，这片仙域我要了。随着白小纯话语传出，这整个天地似乎都瞬间暗淡了一些，苍穹竟幻化出了一只大手，好似天塌一般，直奔适龄上人而去。
更是在降临的同时，这四周的大地也都翻滚，就连天地之间的虚无也是如此，无声无息间竟凝聚起来，使得是灵上人的速度锐减，更是将其四周封印。是灵上人在看到这一幕与感受到了四周的天地变化后，眼珠子都要掉下来，目中露出强烈的震撼，匪夷所思的失声喊道：“你突破到了太古！”他无法不震撼，这在他看来已经不是天尊法了，这是撼动了整个世界，引动世界本源之力才可做到，就算是广目天尊也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白小纯面无表情，抬起的右手骤然放下，轰鸣中苍穹坍塌，是灵上人发出一声绝望的咆哮，双手掐诀，全力抵抗，无论是杀手锏还是神通术法，都在这一刻全面爆发，使得他的四周弥漫黑雾，形成了无数的煞影，可在那苍穹化作的大手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轰鸣中，这大手猛地一捏，好似苍穹将是灵上人死死的笼罩，所有煞魂全部崩溃，就算是灵上人自己，也都是身体狂震，鲜血不断喷出中，直接被那大手一把抓住，狠狠一握，如同镇压。轰鸣之声此刻还在回荡，余音扩散开去，可是灵上人已经被白小纯直接擒拿。随着白小纯袖子一甩，是灵上人绝望中被白小纯收入储物袋内。从白小纯出手直至镇压是灵上人，这一切太快，虽不算是瞬间完成，可也没有超过10个呼吸。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苍穹幻化暗变，风停云至，天地之间轰鸣震荡，形成的波纹更是扩散八方，使得巨石城内的所有人一个个都骇然惊惧，瞠目结舌。很快的，就有哗然声从城池内直接爆发出来，似乎直至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之前的事情。天哪，他是白小纯，通天王白小纯，他回来了，一击镇压是灵天尊，这怎么可能？在这众人的喧嚷中，白小纯站在天空上，右手抬起掐诀，一指巨石城中大殿的废墟，顿时这大殿崩溃后形成的尘埃骤然飞起，竟相互组合凝聚，形成了一座巨石之塔，高高耸立，层层攀升，仿佛没有止境，却最终止于一人脚下，犹如白小纯屹立巨石城中，天下地上唯我独尊。白小纯身躯微晃于高塔上盘膝坐下时，他目光扫过大地，缓缓开口：“尔等欲走欲留，悉听尊便。这个仙域，我白小纯要了。”最后一句话，白小纯已修为撼动道种，形成了某种念力波纹，向着四周轰隆隆的不断扩散，好似在所有人的心头划过天雷。在这扩散下，不仅仅是巨石城，更有四周的其他城池，乃至半个仙域内所有邪皇朝的修士，全部都听到，既惊且骇，种种情绪莫可名状。邪皇，你若不服，可以来战。这是白小纯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配合其道种念力，比之前更要惊人，传遍八方。白小纯相信，这第二仙域内必然有人会将自己的话传递到邪皇那里，而他的打算也正是在这里等邪皇到来。至于元妖子与适灵上人，则是他的筹码而已。此刻整个第二仙域大部分区域都轰动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消息的扩散，渐渐第二仙域全都被波及。要出大事！天哪，这是入侵，这是入侵啊！该死，这通天王太过狂妄，他就不怕邪皇降临，将其直接镇压斩杀？一定是圣皇朝那里的计划，莫非两大皇朝真的要开战了？在这纷乱议论的嗡鸣中，离开第二仙域的没有多少。对于第二仙域的修士来说，他们不相信白小纯有资格能获得这第二仙域，他们对于邪皇有着强烈的信心。而此刻，白小纯重新回归之事，也在这第二仙域的传开下，传入到了邪皇城以及圣皇朝中。所有听到此事之人，无不心头一震。即便是邪皇，也都眉头微微一皱。他与其他人的判断不一样，他知道白小纯已经是那主宰传承扇子的主人，更有着数十年的沉淀。若没有足够的把握，对方不会轻易冒险。想来应该是有了一些杀手锏，那么就先消耗一下好了。邪皇眯起双眼，冷哼一声，直接散开神念，联系到了广目天尊与那位重新被他复活的老妪。广目，人领你二人去将这白小纯给朕拿下。广目与老妪认领，虽对白小纯的了解不如邪皇那么多，可也明白以正常人的性格，既然逃走了，若没有一定的把握，不会在回来后这么高调，如此嚣张。也意识到了白小纯必定有一些杀手锏，同时更是明白邪皇的法旨用意，只是他们无法拒绝。身为邪皇朝天尊，在这种如同入侵的大事上，他们有责任去代替邪皇解决问题，提前试探底牌。所以在沉默之后，无论是广目天尊还是老妪认灵，都一晃飞出，通过邪皇城的阵法，直接传送到了第二仙域，直奔巨石城。而在他们的身后，邪皇也在皇宫内一步走出，消失无影，暗中跟随，同样到了第二仙域。整个邪皇朝第二仙域，虽首府被白小纯占据，适龄上人被生擒，而他的声音更是传遍八方，且这件事也扩散开来，可引起的慌乱并非极大，实在是邪皇朝的人对于邪皇有十足的信心与把握。此刻甚至都有不少修士用各种办法
从其他区域向着巨石城赶去，想要在那里亲眼看一看邪皇是如何镇压着通天王白小纯的。与此同时，在这邪皇朝第二仙域内藏身的不少通天世界修士，在听说了此事后，也都着急，同样有不少咬牙之下从藏匿中走出，一样向着巨石城赶去。就这样，当广目天尊与人灵天尊二人降临巨石城时，在这巨石城外，已然有超过数十万的修士早已聚集，密密麻麻环绕四周，都想要亲眼目睹接下来的镇压之战。而这些只是城外之人，更不用说在这巨石城内有更多的修士也都在目光炯炯的观望。对于到来的这些人，盘膝坐在高塔上的白小纯没有去在意，他的话语之前已经说出，既然这些人不相信又不愿意走，那么在这里去见证一下也好。人越多，我这一战就越是可以震撼整个永恒仙域。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露出浓烈的战意。他已经在宝扇上隐忍了多年，当初心底的那一口气，实际上并没有随着大皇子的死亡而消散，如今正是将当年的气发泄之时，更是通天世界之人从此扬眉永恒仙域的开始。几乎在广目天尊与人灵天尊到来的刹那，白小纯就立刻察觉，他缓缓抬头，平静地看向远处正急速而来的二人，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冷笑。这邪皇果然谨慎，明明太古修为，可还是派出天尊来试探我底牌吗？可惜，如今我的底牌已不是任何天尊能有资格试探的了。白小纯嘴角笑容泛冷的同时，广目天尊呼吸微微一蹙，他隐隐觉得此刻坐在高塔上的白小纯很不对劲，可邪皇法旨难违，且他也能想到邪皇必然此刻关注这里，所以他调整了下呼吸，哪怕觉得危机，可还是硬着头皮直接低吼一声，全身修为爆发，整个人直接掀起一片滔天风暴，化作一只大手向着白小纯一把抓来。其旁的老妪任灵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这老妪是邪皇朝天尊中唯一的一个没有与白小纯接触过的人。白小纯当初在邪皇城直至怒发冲冠爆发时，他都在被复活中恢复，此刻虽战力被削弱了一些，可依旧桀骜，出手更是迅猛，似其整个人化作了一只黑色的厉鹰，在一声嘶吼中闪电一般直接向着白小纯轰杀而来。第1204集，我要挑战你！两大天尊轰鸣而来，气势惊动八方，使得风云色变，苍穹雾气翻滚，大地更是有风暴扩散。这种气势直接就引动了下方数百万人的念，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波动。远远一看，天空似要被撕裂，广目天尊的速度形成的气息似乎可以取代天空，镇压一切。而人灵天尊虽弱了一些，可他身上散发出的煞气远远超出广目，显然若论杀戮与凶残，这人灵天尊在邪皇朝内也都是首屈一指。此刻二人联手，立刻就使得彼此之间的气势更为狂暴，似乎一切阻碍都要在他们的面前摧枯拉朽，彻底崩溃。巨石城内顿时就有欢呼声传出，那些邪皇朝的修士一个个无比振奋，此刻声音更是扩散八方。两大天尊出手，这通天王死定了！哈哈，区区一个通天世界的天尊，根本就不配我们的邪皇出手。两位天尊都是高看他了，仅仅是广目天尊一人，就足以让这白小纯抱头鼠窜。不仅是城内之人这么认为，还有城外赶来的邪皇朝修士，也几乎都是在这一刻振奋起来。对他们而言，白小纯无论多强，都是外人，除非他到了太古，凭着战力碾压一切，使人不敢不遵从，否则的话，就根本无法撼动邪皇朝修士的高傲。白小纯，让你嚣张，这一次你死定了！诸如此类的声音随着笑声的传出，在这大地上回荡开来。只有夹杂在其中隐藏自己的通天世界修士，此刻心中焦急无比，可却没有丝毫办法，只能带着惊忧甚至悲伤，眼睁睁看着广目与人灵正逐渐与白小纯拉近距离。来自大地上的那些声音，白小纯自然也听到了，可他没有丝毫在意，只是嘴角的笑容更冷，就如同他们认为白小纯是外人一样，在白小纯眼中，他们也是外人。既然如此，我就在你们最自以为骄傲的事情上，让你们产生绝望。白小纯眯起双眼，面对两大天尊的到来，他甚至都没有站起身，只是右手抬起，散出了微弱的一丝主宰气息后，凝聚右手内，直接一拳落下。这一拳并非完整的不灭主宰拳，可也有了几成主宰拳的韵味与霸道。此刻刚一轰出，顿时天地轰鸣，白小纯身前的虚无竟无法承受，直接就坍塌下来。随着坍塌，巨响更是超越天雷般炸开，使得大地上数百万人的欢呼声直接就被打断。更是在被打断的刹那，白小纯身前坍塌的虚无疯狂的蔓延开来，速度之快，眨眼就将来临的广目天尊与人灵直接覆盖。这坍塌的虚无内蕴含了白小纯的修为与肉身之力形成的一拳，更是蕴含了那微弱的一丝主宰气息。可这些加在一起，对于太古或许没什么，可对于天尊而言，这就是一场无法抵抗的浩劫。广目天尊直接就瞪大了眼，以他的修为与定力，此刻都忍不住头皮要炸开，直接惊呼失声：这是不可能！广目心神轰鸣震颤，一股前所未有的战速
让他身体颤抖。此刻根本就来不及太多思考，全身上下浮现出的那种强烈到了极致的生死危机，让他发出一声咆哮，脸上青筋鼓起，没有半点迟疑，更是没有丝毫后退，因为他知道此刻后退必死无疑。白小纯这一拳内蕴含的力量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蕴含的那一丝让他觉得恐惧的气息，这气息就如同锋利的剑尖，而力量则是推动。如果这剑尖是木头的或者纸做的，倒也罢了，可偏偏这剑尖好似这世间无坚不摧的最锋利之刃，速度太快，眼看逼近，广目天尊咆哮中根本就没心思去抓向白小纯，他的全部修为、全部神通轰然爆发，更是取出至少10件至宝，任何一件对他而言虽不是世界之宝，可都是他平日里很少动用的杀手锏。眼下他根本顾不得心痛，全部展开，只为防护。而一旁的人灵天尊反应比他慢了一些，此刻同样害惧不已，可却准备的略少了一些。他更多的选择是此刻猛地后退，只是不同的选择，结局则截然不同。轰轰之声刹那间随着那坍塌的虚无蔓延而来，远远看去，好似一张黑色的大口，直接将广目天尊与人灵天尊吞噬在内。就在小气灵认为白小纯修炼结束时，白小纯神识散开，扫过生死道塔，观察了一下宋君婉、周子墨与铁蛋后，又关注了一下宋缺那里。半晌，他深吸口气，身体一晃，竟出现在了天空上的那只主宰手臂上面。盘膝坐下后，其神识散开，居然与这手臂逐渐的融合在一起。你要干什么？小气灵愣了一下，当确定了白小纯要做的事情，他失声惊呼。